讲哭了场景，不露锋芒，运筹谋划，一颗繁星，几分牵挂，伴我走天下。逆转绝境的机缘，红尘知己的眷恋，还未参透何为险，那永恒也是瞬间。莫笑我平凡，孤身战劫难，世间情波澜。莫欺我平凡，存一心梁山，杀伐要果断。命运里暗涌悲欢，生死间迷惘狂乱，心念可抵也慢慢归来时，都心圆满。闯三界浩瀚，轮回里涅槃。黄风谷，待到今年枫叶再红时，这些战火的痕迹恐怕也会消失了。那家伙的洞府在哪里？姑且去打听一下看看吧。我什么心思啊？我不就这一个心思吗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师姐，华元师弟刚入宗门之时，我和他常来此处看雪山。他这个人最念旧了，回到这儿，想必他心里也是欢喜的。原本与他约好，要在一起来看雪山，没想到现在却以这样的方式为他送行。又少了一个可以一起饮酒的朋友。偃月宗的醉仙露，是他最喜欢的佳酿。师姐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听说黄风谷的人都去了九国盟。我现在只是一介散修，魔道也罢，黄风谷也罢，这些旧事都与我再无瓜葛。只是此前我答应过华元师弟，他的几名徒弟，我是要略加照拂的。特别是他最器重的小徒弟，如今下落不明。是那个叫韩什么的傻小子吗？韩立，原来师妹也见过他。啊，对，大概就是他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实际上又有那么点手段，所以我才会注意到他吧。叫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是。虽然这个孩子资质一般，但我总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，而且运势极好。之前轩儿与他同去燕家堡，回来之后便对他念念不忘，我还一度担心，别成了他的心魔。是这样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不过是些小儿女之间的事罢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无济于事。只希望他能如往常一般，能有些保命手段吧。既然是李师兄的夙愿，那我就帮师姐一起找找吧。此等小事怎好劳烦师妹？况且我原本就打算安排好这边的一切，便去找他们的。
师姐不必客气。现在演月宗要和魔道议和，我也确实没什么事好做。既然如此，有劳了。那师姐，我先走了。华严师弟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找到他们的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细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回去了流年。快把这个吃下去。时过境迁，秋风泛起，又见炊烟，似天边，犹如眼帘。回首已在山巅，遗忘了时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韩师弟，是我。师弟，你醒了。你小心。宋师兄，荣师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先不说了，我这有些湖里带来的水，你先喝点。对。这个大个子是谁啊？一言不发的，就一直守着你，2天2夜了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我一个兄弟。我这还有丹药，你吃点吧。你们不是去金谷园了吗？这场大战终究还是棋盘败了。是的，阵前倒戈，一场大败。灵寿山，还有天阙堡，这些可恶的叛徒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。你伤还没好，逞什么强？再说眼下黄风谷陷落，魔道正在大肆搜捕，我们得想办法活下来。黄风谷陷落了，那师傅和师伯他们呢？我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和魔道的贼子战斗，可有他们的消息？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师傅他为了给黄风谷争口气，与那云龙魔头对上，不惜自毁金丹，已经现世了。
怎么会这样？师父的。想来，师父去找洪福师伯之时，已是蒙了此志。师父要的，一直就是这随心所欲，念头通达。倒是咱们，这下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。宋师兄，这是师父托我保管的，让我遇到你们的时候转交。现在算是平安送达了。师弟，师父的意思应该是，这里也有你一份的。我的那一份我已经拿了，剩下的是一些灵石和丹药。无论你们去哪儿，都比我更需要它。这次是我筑基成功那年给他绣上去的。师父他一直当宝贝一样带在身边。还有一些是我自己炼制的伤药，你们都拿着吧。你不跟我们去跟大家会合吗？我们可以一起杀回去，跟这帮狗贼拼命。师父临行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儿，就是将我身上的千机之术抹去。回想起来，魔道那些人，从始至终，都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。即便师父什么都不说，我也全都明白。莫非我们被门派出卖了？就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只是可怜那些黄风谷的弟子们，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成了教育的筹码。也许这就是这世间的狗屁规则。可凭现在的我们，还没法改变。而我呢，也不想再当盘上的棋子了。是时候换个活法。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师弟，听你这么说，我也不想去会合了。为娘，你呢？要不我们去找洪福师伯，看看他有什么打算。师弟，你向来自由惯了，那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。即便黄风谷不在了，
我们还在。不过以后要是有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再见。师兄师姐，就此别过了。师弟，师弟，保重。保重。保重。相聚难，离别苦，纵使是遗憾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不能停下脚步。师傅们说，让我去看看外面的风景，那就先修好传送阵吧。不知云霄兄，他们准备好了没？七兄弟他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如云姑娘，是龙吟之地如此霸道。这匣子里是前辈曾见过的云霄心经，夫君已将上面所有禁制解开，而另一个是我在阵法方面所有的著述，还有一些在市面上罕见的阵法道书。这两样东西，我希望前辈能够收下。无功不受禄。姑娘希望我做什么？如因自知时日无多，想要前辈一诺。夫君是被傅家人追杀，逃到这里时重伤难治才去世的。如因想有朝一日，前辈能替我夫妇向傅家人讨还公道。这傅家荼毒元武国已久，巧取豪夺，杀人越货，于他们而言就如家常便饭一样。如因知道这请求很过分，但实在是别无他选。先起来再说。既如此，韩某可以给如云姑娘一个承诺，我会在能力足够的时候，出手为你们讨回公道。韩前辈在上，请受如因一礼。如云姑娘，关于你的病，此前韩某多处搜寻，也找了些丹方。
虽然没法根治，但或多或少可以让你的病痛没那么严重。这几日，韩某会在此处叨扰，为姑娘开路炼丹。那就多谢韩前辈了。这几日，就请韩前辈在此小住，待如英完成传送阵法后，就交与前辈。那就拜托姑娘了。师父，虽然现在我还是不太能明白，但我并不后悔答应他。不过这一切都得等到我真正结丹之后。实力不足，意气用事，只会落得一个身死道消。韩前辈，你和夫君都不知道，修补上古法阵之难，不在技法，在于需耗尽法阵师的精血主持。前辈无需自责，如因自知时日无多，能以身殉阵，实乃幸事。最后，还能用我的死换前辈千金一诺，值了。此屋是夫君当初亲手所盖，那便是我此生的家。只是还要麻烦前辈，待我死后，将我葬于后山夫君墓旁。韩前辈，这上古阵法当真玄机，以小女子算力，唯有耗尽心血，方能补全一二。前辈将其踏在石板上，补上那缺失的材料，再配合那块大弩衣令，即可开启战法。万里传送，须臾可至。只是这阵法年代久远，资料有限，实在查不出它传送的目的地。不过相信以前辈的气运，定能化险为夷。可叹我辈阵法师，生于斯，死于斯。此生得一佳偶足矣，望前辈此行安好，勿枉承诺。如因绝笔。戒备不算太严，看来传送阵应该没被发现。
追不舍，真是讨厌。南宫啊，他来做什么？偃月宗的南宫前辈，前辈伤得如此严重，还能撑到现在，不愧是偃月宗的高人啊！又是他，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。哎，那想来，近日无数俘虏被劫之事，不会也是拜前辈所赐吧？小辈，你们这么穷追不舍，真的要找死吗？前辈言重了，这若是放在平日，晚辈自是不敢。可你今日来的，是我鬼灵门的腹地，是不是有要事啊？不如来我门中喝杯茶，也让晚辈尽一些地主之谊啊！都是因为一路找韩林的小子，可恶！他到燕家堡就地做什么？没兴趣，没心情，没时间，不想死的就赶紧滚！可惜你身上有伤啊！鬼老童老，你们二位不是说要重新效忠本座吗？那就去献点诚意看看呀！他确实。带些人直接穿过前面的树林，到后面的山崖包抄，断他的去路。
明已经近在咫尺了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。罢了。就在此地埋伏。是。果然是他，他好像受伤了。董轩儿，怎么他也在？难道董轩儿也投了魔道？还有这个阴魂不散的鬼灵门少主，想不到堂堂结丹修士，竟也学了些小小鼠辈的逃生技法。前辈，你不战而逃，不觉得可耻吗？比不上你以多欺少，倾城掠地，无耻！二位前辈，还等什么呢？上门主。晚辈是黄风谷洪福的弟子董轩儿，见过师叔。董师侄，你怎么和这些魔道妖人在一起？说来话长，还是请师叔随我们一起走吧，只要解开这次误会就好。现在贵派正在和六宗和谈，轩儿可以保证师叔的安全。所谓和谈，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正邪不两立，魔道为了一己之私祸乱天下。我不喜争斗，但是同道好友的仇，我必须得报。今日就在此了结了吧。前辈，你的本命法宝已经受损了。这剑招虽然厉害，也很耗真元吧？前辈，你看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砍得过来吗？有了。别过来！是他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等一下喽，有没有手机好上了噻？你们也别动！这位仁兄好手段，竟能不声不响地潜入我这不成器的队伍里。前辈，此人与在下有渊源，不便出面，劳烦前辈与他应对。既然是他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来找他的，这太丢人了。让你的人都给我让开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哎，你放开我家少主！听我说，都别动！你住口！不对啊，轩儿师妹，往日里你碰到七派余孽都是避之不及，绝不出手。可今日为何如此积极莽撞？难不成你是有意让他劫持？王禅，你少胡说！幸亏少主机灵啊，险些被小姐骗了过去。那掐死！一会儿分头跑，此人狡诈，不好对付。他们的目标是前辈，还请前辈先走。我带这位师妹，他们不敢怎样。好了。闹也闹够了，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只要抓住他们两个，一查便知。哎，这位前辈，还有那位不愿意露脸的朋友，你们啊，死心吧。筑基期不善遁法，你可有逃生之道？得罪了，拿下。西行百里，我等着你，别带尾巴。可恶啊！到嘴边的鸭子给飞走了，
方圆100里，给我搜！是。韩立，是你对吗？你弄疼我了，可以把这东西放下吗？抱歉。居然真的是你！你说你这个人从燕家堡逃出来之后，也不知道报个平安，不知道我和师傅都很担心你吗？方才对我得罪，请见谅。还真是客气呢。之前听说你被掳走了，看样子你是加入了合欢宗。合欢宗的云路老祖是我爹，我师父他其实是我娘。娘曾与他有过一段缘分，但那时的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等娘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已经深陷其中，还有了我。所以王禅第一次见你，就对你紧追不舍。你身上的媚术，也是那人的传承吧？嗯。云路老祖将我收为他的亲传弟子，还强行抹去了我身上黄风谷的功法传承。不过自从改修他的功法之后，我确实精进很快。如果一个元婴前辈能够不计成本地培养你，这件事情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拒绝的，你懂吗？但你和他们并不一样，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可我听说，等我功法大成之后，连心性也会大变，到时的我，可能连你的样子也不记得。修仙者的生命比凡人更漫长。以后呢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人，也会忘掉很多人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要记住自己是谁。好。在下韩立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我是董轩儿，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。韩师弟，你也在这儿呢。师父，父亲，对不起，我想，我还是忘不掉这个人。韩师兄，你就把我放在这儿吧。好了，你走吧。父亲那边我自有说法，还能给你和那位前辈拖延一点时间。你可千万别被王禅给抓住了，也不知道在燕家堡的时候你对他做了什么，让他这样对你念念不忘的。董师妹，珍重。珍重。韩师兄，再见了。娘，李师叔，还有黄风谷的大家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董轩儿一定会走出自己的路，不会再被任何人左右。再见。
西行100里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伤得这么重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的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血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。这望眼，时过境迁。瞬间。